有一种资产，它没有实体，不能放进仓库，但它有报价、有期货，还有可以买卖的基金。在过去10年，它走出了一条惊人的曲线。欧洲的碳价曾经一顿便宜到不到10欧元，但在2023年初，它一路狂飙，史上第一次突破了每吨100欧元，然后又在短短1年之内暴跌回大约50欧元。这不是科技股，也不是加密货币，这是碳。碳已经从工厂账本上的一笔成本，变成了交易室里一个会涨会跌、有人赚有人赔的资产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碳到底要怎么投资。上一支影片我们谈了碳权是什么，碳的价格如何重塑全球工业。这一集我们把问题换成投资人的角度，碳怎么投资？碳是怎么从一张政府发出的行政额度变成交易市场里的标的？市面上的碳权基金买进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它的价格会像云霄飞车一样大起大落？又是谁在这个市场里买卖？台湾的投资人能不能参与？风险又在哪里？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会看懂碳这个正在成型的新资产类别，它的机会与它的陷阱。我们先回到一个基本问题，碳为什么可以拿来投资？还记得上一集讲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吗？政府定下一个排放总量，把它切成一张一张的排放额度发给企业，企业排得多就得买额度，排得少就能把多出来的卖掉。关键就在这里，这些额度可以储存，可以转让，可以买卖，它有现货也有期货。一个东西只要能交易、能持有，价格会波动，它就具备了资产的性质。也就是说，你不需要真的去经营一座工厂，也能持有碳权。碳第一次向所有的投资人打开了大门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欧盟的碳权配额。它在交易所里有标准化的期货合约，每天都有庞大的成交量。这份欧洲的碳权期货就是整个全球碳金融的核心。碳的价格不再只是政府公告的一个数字，而是一个由市场每分每秒重新定价的行情。再来，我们看那条云霄飞车的曲线。欧盟的碳价2018年还在每吨不到10欧元，但接下来几年它一路往上，在2023年2月史上第一次冲破每吨100欧元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接下来1年它又一路下滑，到2024年初跌到只剩大约50欧元，而到了2026年它又回到每吨70多欧元。为什么碳价会这么剧烈的大起大落？背后有3股力量。第一股是政策，欧盟的排放总量每年都往下收紧，长期来看，这推着碳价往上。第二股是能源，当天然气变贵，发电厂会改烧更便宜却更不环保的煤，排放增加，对碳权的需求就跟着上升。第三股是景气与资金，经济好，工厂开得旺，排放就多，再加上投机资金的进进出出，短线的价格就被放大了。碳价是政策、能源与景气这3股力量合成的结果。这也是为什么碳价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还要难以预测。那么一般投资人要怎么参与碳这个市场？最直接的方式是透过碳权基金。国际上已经有资产管理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追踪碳价的指数型基金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档追踪的是一个全球碳权指数，它一口气把欧盟、加州、美国东北与英国的碳权全部包进同一档基金里。另外也有指压欧洲碳权的版本与指压加州碳权的版本，让投资人可以挑自己看好的市场。这档基金本身就像一只股票，在证券交易所挂牌，你透过券商就能买进一股，等于间接持有了背后那一篮子的碳权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，很多人会忽略，这些基金买进的并不是碳权的现货，而是碳权的期货合约。期货有到期日，基金必须在合约到期前把旧的卖掉，再买进下一个月的新合约。而碳权期货通常越远期越贵，这一买一卖之间就产生了一笔看不见的成本，叫做转换合约成本，它会偷偷的侵蚀你的长期报酬。这档全球碳权基金在2021年净值几乎翻倍，但在2022年又重挫超过20%，所以碳权基金适合用来掌握碳价的趋势，却不是一个适合闭着眼睛长抱的标的。那么碳市场里到底是谁在买卖？大致可以分成2种人。第一种是合规买家，
也就是被政府管制的那些工厂、发电厂，他们买碳权是因为法律规定必须缴交额度，这是刚性的需求。第二种是金融玩家，包括银行、投资机构、对冲基金，还有像前面讲的那些碳权基金，他们买碳权不是为了排放，而是为了投资，为了套利，为了避险。根据欧洲监管机构的统计，在欧盟碳权的期货部位里，金融机构持有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。这也是为什么碳市场越来越像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，它有现货，有期货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专业玩家。但这也带出一个争议，碳市场本来是设计来逼工厂减碳的，当大量的金融资金涌入，会不会把碳价炒得偏离了真实的减碳成本？支持的人说，金融资金提供了流动性，让市场更有效率。反对的人说，投机放大了波动。这场辩论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束。那这里必须做一个关键的区分。我们平常讲的碳权其实有两种，而它们的投资性质天差地远。第一种是强制性市场的碳权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谈的欧盟、加州那些政府发行的排放额度。它的特点是每一单位都一模一样，有政府的总量背书，在交易所里流动性好，价格透明。它比较像一个成熟的金融商品。第二种是自愿性市场的碳权，它来自各种减碳专案、种树、保护森林、回收沼气。它的问题是品质参差不齐，同样一单位，价格可能只有几美元，也可能高达上百美元，全看专案的可信度，而且它的流动性很差，买与卖都不容易。同样都叫碳权，一种是规格统一的标准品，另一种比较像是手工的，需要鉴价的收藏品。这两者的差别，我们会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再深入的谈。那么把镜头转回台湾，台湾的投资人想参与碳市场有哪些路？第一条路是直接买欧洲的碳权期货，但说实话，这条路门槛很高，期货的保证金、转换合约的操作并不适合一般人。第二条路比较实际，是透过副委托买进在美国挂牌的那些碳权基金，这让台湾的投资人也能间接参与全球的碳价。但这里要特别澄清一个常见的误会，很多人听到台湾碳权交易所会以为那是一个可以投资的地方，事实上并不是。台湾碳权交易所目前的定位是让企业履行减碳义务的平台，尤其是国内的减量额度依照规定，买到之后只能自己拿来抵减，不能再转售。它从设计上就不是给你拿来买低卖高的投资工具。第三条路是碳概念股，那些做绿能、做碳盘查、碳管理顾问的企业，你投资的不是碳权本身，而是那些因为碳定价而受惠的公司。最后，如果你真的考虑把碳放进你的投资组合，有几个风险你必须先想清楚。第一，碳是一个政策驱动的资产，它的价值不是来自盈余，也不是来自股利，而是来自政府愿意把排放总量收得多紧。政策一旦转向，碳价就可能崩跌。上一集我们就讲过，美国的碳政策会随着政党轮替反复枯摆，这种政治风险是碳这个资产最大的不确定性。第二是波动，从翻倍到重挫，碳价那种剧烈的震荡，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，它不适合胆小的投资人。第三是前面讲的转换合约成本，它会长期缓慢的吃掉你的报酬。还有最后一个比较哲学的问题，你买进碳权基金，把碳价推高，这到底算不算为减碳做出贡献？有人说这逼着排放者付出更多钱，加速减碳，也有人说你只是在金融市场里把数字推来推去。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标准答案。我们回顾一下，碳这个曾经免费的东西，如今已经不只是一笔成本，它正在长成一个全新的资产类别。它有期货，有基金，有一群人每天在为它定价，但它也还很年轻，它的波动剧烈，它被政策牢牢牵动，它的游戏规则到今天都还在改写。对投资人来说，碳并不是一个可以闭着眼睛买进的标的，但是看懂碳的投资逻辑，你就看懂了未来10年全球的资本会如何为风险重新定价。下一集我们要谈一个正在偷偷改变全球贸易的东西，一道看不见的碳关税。
它会让全世界的出口商都得跟着欧盟的规则走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。想更有系统的搞懂这些财经趋向，欢迎加入财经无界学院。我们下次见。